林浩，别装死了，500块，今天要是见不到钱，这屋里喘气的我都带走。求求你们，再宽限几天，孩子不能带走啊！连本带利500块，拿不出来，你这小丫头，我就替你找个好人家了。婉儿还活着，孩子也还在，我真的回来了。谁敢碰我女儿一下，我让他今天横着出这个门。林浩，你在发什么疯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今天就是拼命，这500块你也得还。就是啊，林浩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饭都吃不上了，还充大头蒜！前世也是这个除夕夜，我吓破了胆，不仅没护住你们，反而偷走最后20块钱去买醉。等我回来时，囡囡被人贩子带走，彻底死心的婉儿带着丫丫投了海。老天给了我重来的机会。钱是我欠你们的，这一世，只要我林浩还有一口气，天塌下来，我顶着。500块，初3还清，少1分我任你处理。真是见鬼了，这窝囊废怎么像换了个人？好小子，初3就初3，到时候你要是拿不出500块钱，有你们一家的好受的。我们走。他疯了，500块，在咱们村，500块足够盖3间大瓦房了，拿什么还？等除夕夜一过，我就带丫丫离开这个伤心之地。要在短时间筹齐那笔钱，也只有那个办法了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家里已经连买处方药的钱都没有了，你还去买这些烂虾水，你是想逼死我们娘儿仨吗？婉儿，信我最后一次，初3早上我一定把药和钱都带回来。他真的疯了，彻底没救了。在80年代，这种单向导磁漏斗就是降维打击的黑科技，进了我的笼子，绝对出不来。传统拖网撒下去绝对粉碎，但也正因为没人敢去，那里才是野生大青蟹和极品锦绣龙虾的天然巢穴。就是这里。糟了，糟了！在这0度海里，船一沉，撑不过10分钟就得失温死。不能死，我绝对不能死！苏婉和孩子们还在等我。算算时间，诱饵的扩散和留存率到峰值了。好沉！
爆网了！在1982年，这种品相的野生海货，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无价之宝。在82年，这2只锦绣龙虾加上这些青蟹，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无价之宝。我要把这些海里的黄金变成老子逆天改命的第1桶金！霍老板，您大年初2特意从省城跑来咱们这穷乡僻壤收海货，真是给足了面子。您看看，这都是村里渔船年前捕上来的好货，一直在冰窖里冻着呢。苏村长了，我是做香港酒楼生意的，我大老远跑过来是要寻找野生的生猛的极品海货。你这些冻得硬邦邦的带漏货，在香港的街市上连看都没人看了。算了算了，白跑一趟。这可是村里创经的大好机会，要是黄了，我到镇上怎么交差？霍老板想要生猛的极品海货，不知道这入不入得了你的眼。林浩，你个烂赌鬼，跑来凑什么热闹？赶紧滚远点儿，别冲撞了贵客。你那破篓子里能有什么？几条臭鱼烂虾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？我的天老爷，这是极品，绝世极品啊！靓仔，这种级别的锦绣龙虾，就算是在南海那边也是可遇不可求。你在哪里搞到的？霍老板不用管出处，你只需要知道，这东西要是空运回港城，摆在尖塔咀的海港城酒楼里当镇店之宝，足够让你的那些富豪食客们疯狂。靓仔，你是个内行，这批货，螃蟹加上这2只龙虾，我全包了，800块。1200，少1分，我现在就把他们拿回家炖汤。林浩，你穷疯了吧？你敢敲诈霍老板？成交！林老弟，交个朋友，以后有这种极品，我全要。哎呦，今天这码头上是吹了什么邪风？连咱们村的首富林浩都舍得出门了。林浩，别忘了你昨晚的血誓。怎么，大年初2跑来码头讨饭了？赶紧把欠老子的500块交出来，不然现在就剁了你的手。50张，500块，本金连利息，1分不少。现在带着你的脏钱，带着你的人，滚出我的视线！能在一夜之间搞到这么多钱的人，绝对不能轻易招惹。林浩是逃跑失败回来了，又或者是刀疤强来收债了。婉儿，这是退烧药和消炎药，快，先给丫丫喂下去。这些钱是哪里来的？你是不是去抢劫了？没抢劫，我出了一趟海。我说了，我能把你们的命挣回来。
吃饭了。这个男人真的变了。这只是开始，我要用这辈子所有的时间，把前世欠他们的千倍万倍的补偿回来。丫丫乖，再喝一次这个药，睡一觉压压病就好了。浩哥，放心吧，以后我一定踏踏实实挣钱，让你们娘仨过上更好的日子。浩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做个能在水下喘气的东西。这下有了这个，我就可以去沉船沟闯闯了。沉船沟是一条深邃的海底峡谷，自从3年前一艘近海货轮在那里触礁沉没，村里的人都觉得晦气，不愿经过，更别提下网了。但在我看来，那艘长满海藻的钢铁沉船，分明是最完美的人工鱼镜。那种复杂的钢铁缝隙，绝对是大黄鱼群越冬的天然天堂。差不多是这里了。在后世，这种大黄鱼的价格被炒到了几千甚至上万一斤，即使在82年的今天，这也是出口创汇的硬通货。看来是救生圈的气压要耗尽了，我得赶紧上去。不行，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。终于来了！这可全都是2、3斤重的大货，继续把剩下的全拉上来！混蛋，敢抢我林浩的钱，你活腻了！还行，虽然被咬掉了一大块肉，但这剩下的这部分也能有10几斤重。还有这些就够多了，返航回家。我的龙王爷呀，林浩这是把龙宫给抄了吗？这么招大黄鱼，这得卖多少钱啊？林浩，你这是发横财了啊！赶紧的，我帮你联系镇上的供销社，这么多鱼，他们肯定愿意高价收桶货。不卖，不卖！300斤鲜鱼没有冰库，放2天就臭了。不卖难道留着下载？鱼太多了，来2个力气大的，帮我把鱼全部拉回家，每人给2块钱。浩哥，霍老板已经走了，这么多鱼咱们没法保鲜啊。谁说我要卖鲜鱼了？婉儿，去把家里那个大水缸洗干净，把昨天买的粗盐全拿出来。从今天起，我们不做一锤子买卖的倒腾。这些黄鱼，我要把它们全部做成林氏极品鱼参。前世南方沿海的高端干海货市场，极品大黄鱼蟹永远是供不应求的年节送礼佳品，其价格甚至比鲜鱼还要翻上几番。更重要的是，制成鱼蟹后，它耐储存、易运输，彻底摆脱了地域和保鲜的限制。浩哥真的好厉害，厉害到令人安心。隔年开春，水乡村迎来了第1个鱼婿，而我的第1批鱼神也制作完成，全运去霍老板的酒楼。听说反响挺不错，不少人都争着买。林老弟啊，你做的鱼暄太抢手了，根本不够卖啊！
我再给你打3000块钱，你抓紧再给我送过来点点。知道了，霍老板，我现在马上就给你送。有了这些资金，我就可以实行下一个计划了。小林啊，你这是……陈叔，我要包你铺子1个月，做点工具。老板，2000块钱，我要买辆船。仅仅用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，0号就从破木山堡换到如今的机动渔船，这也太厉害吧！更厉害的还在后面呢，等着看吧。真是邪了门了！春天明明是鱿鱼洄游的季节，可这都在海上转悠了一整天，连个鱿鱼须都没看见。是啊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0号这孩子要干什么？天都黑了还出海，不要命了！鱿鱼可是有着极强的避光性，白天全潜伏在海底深处，传统的小渔船怎么可能拖得到？只有到了夜晚，它们才会成群结队的上浮到表层水域觅食。今晚我就用这些东西给全村人表演一场什么叫真正的科技降维打击。时间差不多了。由于具有强烈的正趋光性，光是吸引它们的第一步，而声波就是留住它们的秘诀。来吧，我的提款医们！这些最少40-50斤，继续。鬼，海鬼招魂了！那是0号的船去的方向，完了完了，肯定是那小子惹怒了海神爷，连人带船被拖进海眼了。我就说那小子早晚得翻船，半夜出海，以为自己是龙王爷啊！这下回不来了吧？这些是鱿鱼？这怎么可能？昨天白天全村人连1根鱿鱼须都没捞到，0号出去1晚上，居然捞回来上千斤！1千斤鲜活鱿鱼，按照现在的供销社收购价，那就是好几百块钱，1晚上的收入顶得上全村集体渔船干半个月。耗子，你这是碰上鱿鱼窝了？海里的财宝多的是，只不过想赚钱得靠脑子，而不是靠在码头上说风凉话。0号，你少得意！你肯定是用什么妖手祸害了这片海，你这属于破坏集体资源，这些鱼必须全部充公！我看谁敢动！我看谁敢动！我看谁敢动我家的东西！苏强，你少拿充公来压人！我这几天去镇上查过渔业法和村集体的规定，浩哥出海的位置是外海公海，用的也是自己掏钱买的私船，这属于合法捕捞。你今天要是敢抢1条鱼，我苏婉就算跑到县公安局，跑到省里，也要告你个拦路抢劫！你居然胳膊肘往外拐，真是不可理喻！动他一下试试！散了，都散了！你小子别狂，咱们走着瞧！婉儿，今天表现不错。我就是不能看着他们欺负你。前世的记忆不会错，这片暗流汹涌的礁壁之下，是一座未被涉足的宝库，野生皱纹盘抱，个体远超半斤，甚至有1以上的极品。1982年，
这种水温下海捞东西，在别人眼里等于找死，但这海里的钱我赚定了。在别人眼里等于找死，但这海里的钱我赚定了。必须在他察觉之前出手，动作稍有迟疑，就再也瞧不下来了。是7只。整整27只野生皱纹盘豹，最大的这3只，绝对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极品1头豹，在后世，一只就抵得上普通人半年的工资。只要电报照片上是真的，别说开1夜的车，就算把车开散架了也值了。林老弟，你这是要把香港的海味店全搬到你家码头来啊？这批鲍鱼我全要了，我出3000块。这批鲍鱼我全要了，我出3000块。3000块，这在1982年。绝对是一个能在县城买下一套大院子的天文数字。霍老板，这价格不对吧？我今天听了你和浩哥之前谈的行情价，这批鲍鱼如果全部按统货价卖给您，27只3000块，确实公道。但是如果我们把这3只1头霸单独挑出来，走省城华侨商店的内部拍卖路子，据我查询的省城报纸资料，光这3只的拍卖底价就能达到2000块，剩下24颗稍微小一点的统货，再以1500块的价格给您。这样算下来，我们能多赚至少500块，甚至更多。而您花1500元拿走24只极品野豹，回香港一样能赚得盆满钵满，大家双赢。哈哈，好一个双赢！林老弟，你不仅是捕鱼的行家，还娶了个了不得的内当家呀！行，弟妹这笔账算得清楚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浩哥，我刚才是不是多嘴了？我就是觉得不能让你用命换来的钱，就这么轻易便宜了别人。我就是觉得不能让你用命换来的钱，就这么轻易便宜了别人。不能再让浩哥一个人撑着，我要帮他。婉儿，你不懂事。从今天起，这个家的财政大权归你了。林家的账房先生，以后我林浩赚的每一分钱，出什么货定什么价，全凭你苏婉一句话。西南突风！打住！阿强，立刻斩断拖网缆绳，什么都别管，马上回港！浩哥，
天看着好好的。少废话，想活命就按我说的做，看！抓紧来手！耗子回来了，林浩的船回来了。是陈波的船。救人啊！快去救人啊！快去救人啊！这风浪出去就是个死，谁有那本事救？认命吧！你好疯了吧？他不要命了！浩哥，闭嘴！去船尾，把那根最粗的麻绳拿出来，打个死结，听我口令扔！扔！挂上了，浩哥，抓稳了。耗子，不，林老板，你这是救了我们老陈家2条命啊！陈伯，都是讨海的汉子，说这些见外了。陈伯，都是讨海的汉子，说这些见外了。林浩，以后在这片海上，我老李家的船就认你的船头了。你指东，我绝不往西。对，我们也认林浩的船头。人家什么不过是运气好罢了，这个穷光蛋凭什么踩在我头上？哟，苏强，今天怎么有空来我家？哟，苏强，今天怎么有空来我家？大哥，林浩，我今天来也不是找你麻烦的。听说你最近赚了不少，前几天卖鱿鱼就赚了几百块，加上之前卖龙虾的钱，你小子现在也算个万元户了吧？有话直说。行，痛快！你发了财，不能忘本吧？我爸可是水乡村的村长，也是你老丈人，没有他平时在村里罩着你，你能这么安稳的发财？我今天来就是替老头子收点孝敬钱，不多，5000块。5000？大哥，你疯了吧？5000块钱你去抢银行啊！闭嘴！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哼，林浩，拿5000块钱买个平安，顺便孝敬你老丈人，这笔买卖不亏吧？你要孝敬钱？怎么舍不得？我告诉你，林浩，你要是不给，信不信我爸明天就能找个理由把你的船给扣了？信？
林浩，你干什么？放手！我回去告诉苏建国，我林浩的钱是从阎王爷手里抢回来的，想要钱让他自己下去找阎王爷要。至于你，再敢踏进我家院子一步，我打断你的腿！滚！林浩，你给我等着！你不给老子钱，老子就自己去海里拿！林浩，你给我等着！你不给老子钱，老子就自己去海里拿！我太清楚林浩的底细了。林浩之所以能报复，靠的绝对是找到了某种特殊的海窝子或者秘方。既然明着要钱不给，那就别怪我暗地里下黑手。去吧，尽情的下网吧。你林浩今天下在海里的每一个网兜，明天都会变成我苏强的摇钱树。浩哥，后面好像有船跟着咱们。我知道，是苏强。这孙子不要脸了，敢明目张胆的偷咱们的捕捞点！浩哥，我这就去把探照灯打过去，晃瞎他！别动！人家既然大半夜跑来送大礼，咱们怎么能扫兴呢？白天苏强上门强要5000块钱的时候，我就料到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，所以我今晚出海前，故意在院子外面的水沟旁，不小心打翻了半桶发酵的诱饵。苏强只要稍微长点脑子，就会让人把那些带着独特腥臭味的泥土挖走。有了秘方，又盯上了航线，以苏强的贪婪，绝对会不顾一切的下网。左满舵，咱们今晚不去老地方，去鬼剑丛兜兜风。浩哥，那里水下的暗礁跟刀子一样，平时连个舢板都不敢往里开啊！放心，咱们吃水浅，绕着边缘走。那艘大铁船吃水深，他要是敢跟着进来，找到了，终于找到这小子的发财窝子了！全速前进，开过去！强哥，这地方好像是鬼见愁啊！老人们说这下面全是礁石，咱们这铁壳船吃水太深，万一刮了底……放屁！林浩那破木船都能进，咱们这艘全村最大的铁壳大船，有什么不敢进的？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！看见没？诱饵我都弄到了。今天不把这片海里的极品海货捞绝了，老子就不姓苏！下拖网！今天不把这片海里的极品海货捞绝了，老子就不姓苏！下拖网！给我把马力开到最大，狠狠的拖！强哥，感觉网沉甸甸的，肯定是大货！林浩啊，林浩，你费尽心机找的宝地，明天就是我苏强的了！给我加大油门，把网拖上来！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卡住了？强哥，底下的拖网缠死在暗礁上了，网被搅烂了。
底层漏水了！刚刚那一下硬拽，船底壳在尖礁石上被拉开了一条2米长的大裂缝，水进的太快了，堵不住啊！堵不住啊！这艘铁壳船可是村集体最重要的资产，造价高达2万多块。如果沉了，他爸这个村长也干到头了，他苏强更是要把牢底坐穿。快退出去！救命啊！快拿救生圈！他要沉了，我不会游泳啊！完了，全完了。在这种鬼地方，没有船经过，水温又这么低，他们连天亮都撑不到。哟，这不是苏大哥吗？大半夜的不在热炕头睡觉，跑这鬼涧土里泡澡来了？林浩，浩哥，救命啊！快把我拉上去，我要冻死了！大柱，这片海风大浪急，咱们这小本生意可不敢随便捞人啊。万一捞上个白眼狼，再反咬咱们一口，怎么办？浩哥说的对，我看这几个人印堂发黑，命犯水鬼，咱们还是赶紧走吧，别沾了晦气。别走！浩哥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跟踪你了。你救救我，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。真的什么都答应？答应，我全答应。好，你们这艘铁壳船沉了，属于重大海事。我林浩冒着生命危险，在这鬼见愁里的大义救援，收取一点辛苦费，很合理吧？合理。多少钱？收取一点辛苦费，很合理吧？合理。多少钱？3000块。3000，我欠。大柱，把这帮落水狗捞上来。那可是2万块钱的集体资产啊！那可是2万块钱的集体资产啊！苏建国，你儿子把全村的命根子给弄沉了，你今天必须给个说法。对，2万块钱的集体资产说没就没，你们家砸锅卖铁也得赔偿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大家先别急，容我想想办法，一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想办法？你能变出2万块钱来吗？苏村长，大家乡里乡亲的，我林浩也不是落井下石的人。苏村长，大家乡里乡亲的，我林浩也不是落井下石的人。苏强昨晚在海上遇险，我冒死相救。这3000块钱的救援费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但看在您现在焦头烂额的份上，我给您指条明路。
林浩，好女婿，你有办法？村里那艘大铁船既然没了，那他原本站着的那个全码头吃水最深、避风最好的黄金宝位留着也是浪费。你用村委会的名义签个字，把那个茶位的永久使用权抵押给我。你用村委会的名义签个字，把那个茶位的永久使用权抵押给我。这3000块的债，咱们一笔勾销。这事儿就算闹到镇上，也是合法的资产抵债。那个泊位可是水参村的门面，平时只有那艘集体大铁船才有资格停。现在林浩竟然要把它吞下来，我去！苏强是吧？苏强是吧？海爷让我带句话：你在林浩那儿受的气，丢的脸，他老人家可以帮你出。但前提是，你得出海爷看得上的力。你在这个村里待了这么多年，总知道点别人不知道的行道吧？苏婉浩停岗检修，停止一切出海捕捞作业。我要申请承包水乡村外海5海里处的一座无名荒岛，承包期50年。林浩，你想清楚了？那毒蛇岛上全是石头和长城，连个飞鸟都不许落脚。2000块钱包50年，钱交了可就不能反悔了！钱交了可就不能反悔了！放心吧，领导，我这人就喜欢清静，绝不反悔。林浩是不是赚钱赚的脑子进水了？花2000块钱买个石头蛇窝？暴发户就是暴发户，有钱没处花，那破岛白给我都不要。哼，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，有钱就开始作妖。哼，那毒蛇岛底下全是乱石，连条网都下不起。我看他能折腾出什么花来。面对漫天的冷嘲热讽，他没有做任何解释。因为别人不知道，因为别人不知道。但他前世几十年的海洋生物学记忆却清清楚楚地印在脑子里。毒蛇岛虽然表面荒芜，但它的水下因为独特的地质结构，隐藏着几个巨大的天然火山岩洞。更绝的是，岛底有微弱的地热水渗出，水温常年比周围海域高出2-3度。这简直是野生刺身和极品鲍鱼最完美的天然繁育场。赚一时的快钱靠捕捞，想建立世代传承的水产帝国，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的核心阵地。浩哥，这岛上的长虫也太多了。
浩哥，这岛上的太阳也太热了吧！说明这地方没人来，正好给咱们当免费的保安。把东边的盐区清理出来，盖简易房。从今天起，这里就是咱们林氏水产的秘密基地。浩哥，你疯了！外头水温不到5度，你这样下水会冻出事儿的。浩哥，你疯了！外头水温不到5度，你这样下水会冻出事儿的。就算要勘测海参床，咱们也等开春水暖和了再说啊。是啊，头儿，这水底下地形复杂，你连个水分都没有，这是拿命开玩笑。真要去我去，等不了开春了。老刘，你水性不如我，这底下暗流多，海参的春季繁殖窗口极短。大柱，如果现在不把水下燃洞的坐标和面积摸透，第一批沉香就没法下水。如果现在不把水下燃洞的坐标和面积摸透，第一批沉香就没法下水。咱们的养殖计划要整整耽误1年。把住绳子，每隔2分钟扯一次。如果没回应，如果我没回应，立刻拉我上来。这哪里是海参？这哪里是海参？这分明是一地正在呼吸的黑金。我得赶紧把这个坐标记下来，好过几天把养殖箱送过来。糟了，氧气快要耗尽了，我得赶紧上去。不能退，退就是死！憋气已经到极限了，我得赶紧上去。2分钟了，怎么还没动静？出事了，快拉！浩哥，浩哥！浩哥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岩洞的坐标，岩洞的坐标，海参床的分布，全在这里面了。这岛底下的东西，够咱们吃3辈子。头儿，以后兄弟们的命交给你了。
这下子荒岛拿下了，核心班谷也有了，接下来就是要让这个时代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降维养殖了。这是我结合前世经验改良出的抗风浪养殖设备，主体由厚重的水泥浇筑而成，内部铺设着海底原生的礁石和海藻，顶部则是高强度的泥网隔盖，既能完美模拟野生海参的生长环境，又能将海星、螃蟹等天敌隔绝在外。头儿，麻烦大了，沉香的网眼上开始长藤壶了，而且长这个极快，最多不出2个月，网眼就会被彻底毒死。要不咱们每隔3天就把沉香钓上来刷一次网？不行，海参极其娇贵，频繁起钓带来的震动和压力变化，存活率连1半都保不住。你们就瞧好的吧。头儿，你这是弄啥呢？头儿，你这是弄啥呢？在水里通电，别把海参给电熟了啊！这叫科技。从今天起，这些沉浆就在海底下放上10年，也绝对长不出一颗藤物。受菲律宾以东洋面热带气旋影响，今年第3号大热风暴预计我国能日沿海登陆。头儿，风浪越来越大了，要不要赶紧把沉香起掉，转移到岛上的避风潜水锤里？是啊，这风暴看着来头不小，万一沉香在海底被巨浪掀翻，咱们前期的投入可就全打了水漂了。我的记忆不会错的，不起调，风暴的路径偏东，正面袭击不到我们这里。我的记忆不会错的，不起调，风暴的路径偏东，正面袭击不到我们这里。水下10米是安全的，起调只会自乱阵脚，毁了这批苗子。头儿，头儿，风向不对，气压表快跌穿底了！这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前世的记忆里，风暴明明偏东了40公里，为什么它会正面撞向毒蛇岛？这下损失大了，3000块，整整3000块的血汗钱，连个渣都不剩。明明前世风暴的路径不经过这里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前世的记忆根本不是万能的外挂，这个世界从重生的那一秒起就已经变了。风暴偏了40公里，大自然狠狠抽了我一个清脆的耳光。记忆可以作为参考，但绝不能作为唯一的依赖。头儿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大不了兄弟们不要这2个月的工资了。浩哥，只要人还在，这海里的钱咱们迟早还能赚回来。工钱照发，1分不少。风暴刮走了5口箱子，那说明我们的设计还不够完美，受力结构还能再改进。剩下的11沟箱子扛住了，只要他们在，我们的底牌就在。收拾东西回村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但有些想趁火夺回的跳梁小丑也该收拾了。哟，这不是咱们村的林百万吗？怎么这趟出海像是被龙王爷给抢了？苏强，你嘴巴放干净点儿，信不信老子把你扔海里喂鱼？我就说嘛，暴发户就是暴发户，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他那么狂。那毒蛇岛本来就是个被诅咒的地方，他还敢去包下来，这下遭报应了吧？把船拴好，回岛上继续干活，别人放的屁不用搭理。痛打落水狗的最佳时机到了。婉儿，毒蛇岛的沉香被台风毁了5口，损失了差不多3000多块钱，我们的现金流断了1半。人没事就好，只要你还在，只要大猪兄弟他们都没事，钱没了，咱们再想办法赚。当初咱们欠着500块高利贷的时候都没死，现在难道还能比那时候更难？这辈子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绝不让他输。林浩，镇上的工作组来了，还不赶紧出来挨训？苏村长，大清早的你在这耗丧呢？林浩同志，你们村的苏村长昨天向镇里提交了实名举报，说你在海底投放大量水泥垃圾，如今被台风摧毁，不仅造成了死鱼死虾，还严重破坏了近海的生态环境。鉴于你的行为已经引起了极其恶劣的影响，镇里决定
暂时冻结你的承包权。苏村长作为村集体代表，有权要求无条件收回毒蛇岛的50年承包合同，且不退还承包费。破坏生态，水泥垃圾，老子放的是人工鱼礁和养殖陈脏。苏建国，你信不信我今天让你这村长干不下去？浩哥，你先坐下。同志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村长指控我们破坏生态，要求收回合同，依据的是哪一条法律？依据？哼，镇上的广播里天天都在放渔业法草案和相关规定，第10条写的清清楚楚，严禁在近海作业区抛洒建筑垃圾和有害物质，违者直接取掉作业资格。林浩弄那些水泥块子不是建筑垃圾是什么？原来是第10条啊！林浩弄那些水泥块子不是建筑垃圾是什么？原来是第10条啊！依据渔业法相关草案第10条，确实规定了严禁在近海捕捞作业区破坏生态环境。但是请苏村长搞清楚一个基本的法律常识，第10条的适用范围是近海捕捞作业区，也就是公共海域。而我们林家是花了2000块钱真金白银，从镇政府手里合法签下了毒蛇岛及其周边500米水域的水产养殖承包权。在法律层面上，捕捞区和养殖区是2个完全不同的功能区。只要我们在承包范围内投放的设施是用于养殖目的，且未排放有毒化学物质，就属于合法的农业生产行为。这一条根本不适用于我们的已获批承包地，根本不适用于我们的已获批承包地。你这是强词夺理！同志，我们在海底投放的沉箱不仅不是垃圾，反而是国际上最先进的人工鱼鲸模式。至于台风造成的损毁，那是天灾，也是我们自己的财产损失。如果因为台风刮倒了农民地里篱笆，村长就可以没收农民的土地，那这世上还有王法吗？这个苏同志说的确实有道理。苏村长，你们提交的这个理由在法理上确实站不住脚。这件事镇里需要重新研究，冻结承包权的决定暂缓执行。滚！你什么时候开始看这些的？你上次出海差点被暗涌淹死之后，我以前看不懂这些，看到字就头晕。但浩哥，现在家里每一分钱都是你从海里从那些风浪里拿命换来的，我要做你用的后盾。只要有我在，谁也别想从法律和账本上讹走我们林家的1分钱。大柱，在！猴，通知老刘去镇上给我买最好的水泥和钢筋，我要把剩下的11口沉箱全部加固升级。这一次咱们要让整个水仙村看看什么叫打不死的黑金帝国。头，你干什么？你那条胳膊差点废了，大夫说了，新肉还没长家势，绝对不能泡海水。今天开箱，我们几个弟兄下去就行，就算用牙咬，我们也把海参给你咬上来。让开，让开！涛哥，你现在是咱们的主心骨，你要是胳膊感染废了，这岛还怎么干？水下又冷，压强又大，你这不是逞能，你是在玩命！你们以为我是在逞强？那场热带风暴虽然没把这11口沉浪掀翻，但在海底那种水泥箱体的结构都已经发生了轻微的变形。现在只有我知道每一口箱子变形后的受力点在哪里。沉箱盖子的尼龙网格和水泥框之间卡得很死，你们拿着撬棍下去暴力拆解，不仅会毁掉整个沉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密封生态系统，甚至会让箱体直接在水下崩塌解体。那些海参极其娇贵，一旦箱体解体，受精吐出内脏，这半年的心血就全完了。这是林氏的第1场硬仗，老子必须亲自打！看好绳子，看好绳子！沉箱边缘的房屋电机系统还在工作着，尼龙网格盖上也干干净净，房屋电机技术完美的通过了实战检验。风暴的扭力让左侧的铰链发生了大约2毫米的形变卡死。如果大柱他们直接从正面硬撬，这个盖子绝对会连带水泥框一起崩碎。这种都已经不是极品了，在这个年代是足以惊动整个省城海产界的海参王。
猴出来了！这只是一口箱子里的货，这只是一口箱子里的货。这一口沉香大概80斤鲜参，按照古法蛋干工艺晒干，能出10斤最顶级的蛋干黑金。按照省城现在的黑市价，这一网袋就够把我们这岛的码头翻新2遍。剩下的10口箱子收完，风暴亏的钱连本带利全部赚回来。头，这杯酒，兄弟们敬你。以前我们叫你一声老板，那是拿钱办事，但从今天你带着血把这王海参拽上来的那一刻起，你就是我们这帮兄弟一辈子的头，你就是我们这帮兄弟一辈子的头。以后这岛上这片海里，谁要敢动你林浩一根汗毛，我赵大柱还有我们这帮兄弟第一个不答应。想要你的命，先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，誓死跟着头。干了这杯酒，等我带你们去省城，让那些自以为是的海产大佬们看看，什么叫真正的林氏黑金。海参的终极价值在于干度，煮参是第一步，火候大1分则肉质发柴，小1分则难以定型。之后是拌草木灰，自然风干，反复日晒，这叫古法蛋干，不加任何糖和多余的盐分来压秤，保留海参最纯粹的营养和底味。1982年，市面上的干海参大多为了追求重量，表面裹着厚厚的盐霜，甚至掺杂糖分。而我的蛋干黑金不仅外皮干净紧实，而且泡发率能达到恐怖的1斤干参泡发15斤鲜参。浩哥，一共78斤半，按照去年供销社最好的统货干参价格，1斤能卖30块钱，这批货能卖2000多块。30块？婉儿，你把格局打开，供销社那种盐罐子里捞出来的劣质货也配跟我们的黑金比？这批货我已经通过老刘的关系直接联系了省城的人。哎呦，这位领导，您来咱们水仙村怎么不提前通知大队一声，我好安排迎接呀？让开。林浩林老板住这里吗？钱总，一路辛苦。林老弟，废话不多说了，货呢？我可是推了省里的重要会议赶过来的，要是货的成色达不到你说的标准，我可不答应啊。看货。8排刺，底足粗壮，纯野生。看货。8排刺，底足粗壮，纯野生，而且这干燥工数竟然没有一丝盐霜，干度达到了极点，极品，这是能直接送进国宴的绝世极品啊！林老弟，这批货我月华大饭店全包了，我给你透个底，这批参我要拿去招待即将到访的重要外宾，这是关乎上面脸面和创卫的大事，价格你随便开。钱总是个痛快人，一口价1斤250块，78斤我要2万块整，不还价。现在猪肉才几毛钱1斤，1斤海参卖250块，这不是卖海鲜，这是在卖黄金啊！好，2万就2万。林老弟，点点。婉儿，入账。入账，月华大饭店货款人民币2万元整。林老弟，以后你的极品货我月华全包了，在省里遇到什么麻烦，提我钱万三的名字。慢着，慢着！林浩背着村里偷偷在岛上搞养殖，这属于侵吞集体资产。今天早上我刚开了村委会，根据咱们村的村规，集体决定取消林浩的承包合同。林浩，
你今天休想独吞这笔钱！大家伙都听着，毒蛇岛是咱们水乡村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集体财产。没错，合同作废，岛是村里的，海参也是村里的。那2万块钱必须全部上交大队充公。谁他妈敢动一下试试？胡闹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！今天原本是陪同钱总来视察，中途去调阅档案来晚了一步，刚进村就听到这动静，真是吓出我一身冷汗。林浩现在是什么人？那可是刚跟省城签了大单的创飞大户，是整个镇子今年的经济标杆。要是被这几个村痞给搅黄了，我这镇委书记也当到头了。王书记，您来的正好。林浩这个刁民，苏建国，你脑子里装的是江湖吗？苏建国，你脑子里装的是江湖吗？什么村规？村规能大得过国家的合同法？林浩同志的承包合同是镇政府亲自盖的公章，白纸黑字，合法有效。你一个村长有什么权利单方面撕毁？可是书记，那岛底下……闭嘴！林浩同志现在是我们镇上重点保护的民营企业家先锋，你这种无组织、无纪律、破坏地方经济发展的行为，简直是目无法纪。来人，把苏建国带到镇上，停职反省，接受纪委调查。不是。王书记，让您见笑了。王书记，让您见笑了。林老板哪里的话，是我们基层工作没做好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放心，毒蛇岛的治安，以后镇派出所会重点关照，绝对不会再有阿猫阿狗去打扰你的生产。林浩这哪里是暴发户，这分明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龙王爷呀！浩哥，林老板，以前是我们瞎了眼，求求您收留我们在码头干活吧。我林氏的船和岛不养闲人，更不养白眼狼。想跟着我干可以，凭真本事来大柱那里考核，过了，我给你们整个水家村最高的工钱。要是想偷奸耍滑，我打断他的腿扔海里。